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到现场，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ama 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end your week,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then you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The ginger's keep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Look all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at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one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one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one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各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大家好。我叫杨开胜，来自贵州，然后现在在浙江金华工作，今年25岁。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女方能够陪我的妈妈去逛街。你参加不参加？我参加。因为我妈妈她从小喜欢女孩子，你知道吧？然后我一个男孩子，她挺嫌弃我的。那我就希望对方的话能够陪我妈妈逛街，就算满足她一个小愿望。卞秋月，是刷你的卡吗？当然啊。哦，那没有问题。方子怡。男嘉宾你好，我想说一下，如果我也喜欢逛街，然后阿姨也喜欢逛街，然后我们俩每天逛到昏天黑地的，但是非得拖着你去，你怎么办呢？跟着去呗。很好。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吵架之后不来哄我。哎呀，范浩然10号太合适了，太会哄了。男嘉宾你好，我是非常会哄男生的，就是我不会和你吵架，如果你非要和我吵架，我会好好哄你。这位20多年了没生过气，没发过怒，然后所有争吵愤怒都是她哄男朋友。哎，马上就灭灯了，这个6号。我不太行，我觉得就是我希望男生多就是包容一下我，但是这一个点我是一直在我恋爱中是很介意的。是这么回事的，就是吵完架之后，我肯定会去哄你的。哄完你之后，我也想让你就稍微来哄我一下，因为谁不希望自己当一个宝宝也被别人恕我直言，这2个问题连在一块儿，稍微有点经验的女生就会迅速总结：第一，陪我妈妈逛街，哄我，都是以我为中心哦。我妈妈的需要，我的需要，这2个问题都并没有涉及任何女生的感受。哎呀，他们是被提醒了吗？你赶紧解释一下好不好？
只是希望大家能多一点互动嘛，因为如果和妈妈逛街的话，能够融入到家庭里面。你如果重新设计这2个问题，可以怎么表达呢？如果重新设计的话，我应该会问，你会和我们一起去逛街吗？然后第2个就是说，吵架之后你会就给我一个台阶下吧之类的吧。哎，这好多了哈。听上去略好一点。对。那应该这么说，请你允许我陪你的妈妈逛街。哎，你别说，还真的，女婿陪丈母娘逛街的气场，跟儿媳妇陪婆婆的气场真的天壤之别。对啊。因为女婿和丈母娘搞不来的概率不大啊，对，而儿媳妇和婆婆搞得来的概率不大。所以他一上来提了一个难度系数非常大的这种事儿，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我非常知道这个女生非常非常爱我，而我妈性格也很随和，才会有这个前提，而不会涉及到都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把陪我妈逛街作为一个要求。这个是对女生来说门槛一下子是有。看看第1条电子。你好。那我就问你一些问题。你谈过恋爱吗？有谈过异地恋吗？你觉得在一段感情之中，信任感是否重要？你是会选择一个你爱的女生，还是选择一个爱你的女生？你以为我是心理医生？其实我叫杨开胜，今年25岁，现在呢是一名剧本杀店员。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我的人生信条。从小打篮球，曾经想考体校，但是我的父母反对，所以呢，我报考了一个工科专业。结果我发现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真的很难。从那以后，我就坚定了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被别人影响。毕业后，爸妈想让我考去稳定的单位上班，我参加了考试，也通过了，就是想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信号，我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因为我不行而要出去，而是我行，但是我想走我自己喜欢的路。之所以会问玩家情感问题，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剧本杀店它更像一个婚介所，我们也负责给来的单身男女创造机会，根据他们的回答大致判断他们的性格，来匹配相应的人物角色，分发剧本。偏向于会去付出的话，那我们就会根据他这个性格得出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我们就会把剧本里面的付出型的那个人格的本给他，快捷的融入到故事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我也会经常遇见一些在暧昧期的单身男女提前来给我打招呼，这种一方有意向的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机会。有一些玩家他代入感很强，玩完剧本杀之后趁热打铁，成功率往往会非常高。因为家里很多人从事公安工作，这也养成了我警惕性高的习惯。陌生的电话接了，基本上都会等对方先讲话。恭喜你中奖了，请你提供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不需要了，谢谢。所有涉及到私人信息和钱的电话，我一般都不会相信，直接挂掉。微信和短信上的一些陌生链接更不会轻易点开。晚上下班打车回家，我都会当着司机的面拍下他的车牌号发送给朋友，也会在 APP 里设置紧急联系人。无论男生女生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虽然我生活中警惕性很高，但恋爱中我会完全敞开心扉，希望找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里面的女生，一起来过我们喜欢的生活。2号 ，Hello， 男嘉宾你好，我看你是有经常去帮带本，是不是？对，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情感本，你是不是那种很容易会哭的那一种？我会。我玩情感本的话，我会很带入的，就不管是亲情、爱情。我看看有机会的话，很想你帮我也带个情感本。可以啊，欢迎。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反诈因为其实我的那个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其实我对就是转账汇款这一块的这个警惕性也非常高，包括当时来的那些客户，有的年纪大的，他们就可能当时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说什么我要汇款到哪儿，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多次确认。对，这类的事情确实挺多的，大家也是警惕性的高一点。14号。
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上海的电话给我打电话，说我中了一块金条。我说啊，你打错了，不是我。他说你确定不是你的吗，王女士？我说确定不是。打了3遍电话给我确认。我就想到我年初去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扫了一个那个码，说什么金条码，然后我就点开那个 APP 一看，我真的中奖了，我真的中了一块金条。后来我主动打电话说，金条是我的，不好意思啊，麻烦给我寄回来。真的寄来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防诈骗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确认一下，不要错过那些惊喜。我觉得他的2个故事我都听进去了，一个是可怜的小羊，一个是到处都是诈骗电话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真的。刚才他们在讲的时候啊，我内心首先我认为啊，你们说的都对的。要有一定的反诈的常识，单身女性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啊，有一些防范的意识不是不对。很多人在分享什么，不要接陌生人电话，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打车是一个常识范畴，是我们现在上车是车子一过来，告诉你我先给你拍照片了啊。我给你拍下来了，车牌拍下来了，前后都拍下来了，拍了一圈视频，我发给我朋友了。我告诉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到时候去哪里。我是什么？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我每天都会碰到人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希望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并且和谐友好的那种关系吗？是，其实防范人性的恶是有2个部分来完成，一个是我们个体，像你刚才拍照等等，还有一个是制度。其实真正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建构，防范人性的恶是交给制度的。比如说上车，其实现在的营运车辆基本都配备了车载摄像头，还有车载的一些识音的功能，加以防范。个体要先把人预想成善的，加以信任，我们节约了非常多社会运行的成本，整体的社会效率才能提起来。看下一条片子。不同的爱情有着不同的剧本，我有着2段截然不同的爱情经历。曾经的我很看重第一感觉，那天我和室友正坐在路边聊天呢，他和他的朋友恰好从我的面前经过，我抬头那一下，就正好对上了他的视线，你知道吧？当时那一瞬间就觉得，哇，这个女生的眼神里面藏着星辰大海，那一瞬间就沦陷了，就下定决心开始追她。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追她，但她对我有点爱答不理。你知道吗？我闺蜜挺喜欢你的。我这个人呢是，只要我喜欢上你，我认定你了，其他人怎么喜欢我，多喜欢我都与我无关。我很坚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陪伴了她3个月，她才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但在一起后，她总说跟我相处很拘束，才相处了1个月，她就提出了分手。他可能就考虑问题考虑的比较多，就像我之前说的，他可能就觉得别人追我或者干什么，他觉得这个关系太尴尬了，导致他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也就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做法了吧。后来的我发现，感觉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第2段的感情是一个很活泼、主动追求我的女孩子。刚开始我对她并没有这么心动的感觉，想着如果没有100%喜欢，就不要耽误人家。但看到她和别的男生亲近，我发现我竟然有些吃醋。有个男的一直在追她，那个星期里面我就一点东西吃不下，不夸张，跟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模一样，一点东西吃不下。1个星期我瘦了10来斤，我天天就看他们俩在操场，我就坐在窗台角落里面看他们2个。于是我主动出击，把他追了回来。临近毕业，他家人觉得我老家太远，这个男生不适合你，你还是得找个本地的。他想考研，那我就陪他考研，我们一起读同一所大学，这样我还能再陪他3年。我的恋爱观其实跟我的生活人生观是一样的，我会为了我喜欢的事情去付出我所有的努力，即使知道我们没有结果。研究生考试分数出了之后，我过线了，他没过。他跟我说在家当了老师，也打算在老家结婚了，希望能遇到一个爱笑的女孩，书写我们的爱情剧本。22号，
你前面有段感情，就是别的异性去追你，然后他才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所以才跟你提的分手，对吧？其实我也不大确定他是不是这个原因，但因为当时我追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2个朋友喜欢我。哦，他2个朋友喜欢你？嗯。后来谈的那个女生，你发现有别的男生去追她，你竟然会吃醋。就我跟他是什么？是他一开始是追我，但是我不喜欢他，然后后来他就追了我可能半年吧，我感觉他很真心，不妨试一试，看一下是不是合适那个人，对吧？后来发现日久生情，我已经爱上他了，我就很坚定的选择他，包括后面考研究生什么的，我都很坚定的站在他的旁边。他妈妈不喜欢我，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我爱你啊，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过好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好了。其实可能我觉得你在感情当中对于异性的这个处理还是做得不够好，因为女生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一种类型，所以她肯定是觉察到你生活中有一些这种情况发生，才会去说我过不去这个坎，会跟你分手。哦，这个倒没有。那2个女性朋友喜欢我之后，我没有跟那2个女性朋友联系过，我也跟她看我手机，就你可以翻我手机，你可以随时查我岗。然后我也跟她说了，就是说他们2个喜欢我，那他们的事，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只要这一点就够了。我坚定的站在你的这一边，他们2个我是不会搭理的。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一点有没有人要说一下你的看法？马宇哥。我想问你说你不想搭理他们，然后也不喜欢他们，就不能直接删掉拉黑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马宇哥。我想问你说你不想搭理他们，然后也不喜欢他们，就不能直接删掉拉黑吗？说了呀，我之前不知道，是他跟我说了我才知道，然后我就没联系了，就删掉了呀。2号。南嘉宾你好，就是我很喜欢我的男朋友的情况下，我不希望他为了我放弃他的事业也好，或者是为了我放弃他的学业也好，对我来说会有压力。对，可能我会在这方面觉得可能还欠缺了一点点的成熟。其实这个是之前的感情了，就从之前的感情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嘛，也得到一些成长。包括我前面2个问题，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的感情里面就有一点一味的付出，也不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现在我还是觉得2个人的感情还得是2个人一起去建设，一起去向美好的未来去走。是，我觉得刚才这一轮密集灭灯跟你刚才的第一段故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的经历当中，只要闺蜜出现，无论她承担什么角色，然后起到什么作用，大家会下意识的就是往最坏的那个角度去推，而且一下你出现了2个，这是平方级的炸弹，就是。能理解，能理解。我大概现在接受到的版本应该是，可能他们3个同时遇见你了。然后有一个一下就吸引到了你，但是另外2个被你吸引了，然后你就追了其中一个，但是他因为各种原因，然后最后放弃了前面有3个月的追求加1个月的相处。所以有2种可能，一种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你，尝试了1个月发现了确认这一点，还有一点是他觉得你不错，但是那2个闺蜜可能10几年的交情，有很多的女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失去一个才谈了1个月恋爱的男生，对他生活质量影响不大，同时失去2个闺蜜，生活变化还挺大的。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听了老师的建议，我觉得我收获挺多的吧。在接下来的感情里面，我也会更多的去为对方、为2个人的未来去做考虑，不会太过于感性。感情是2个人的事，只有2个人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才能一直走下去。假设我是一个女生，在刚才的沟通当中，那个4个人的故事，我还真没有那么介意，
因为毕竟这个男生如果他说的真的话，他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我只喜欢你。他们喜不喜欢我那不是我的事儿，我也控制不了。但是我只喜欢你，这个表达是很充分的，是应该可以给到对方信任感的。也祝他找到他的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feel it, feel it.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叫郭永一，今年28岁，来自辽宁大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经常跟我撒撒娇。来，10号你展示一下。 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很想你的时候，我就说，只有你陪着我了，人家好想你呀，人家好想你呀。其实也就有2下子，你夸我就很开心。他就属于会夸到点儿上。来，这是一套是吧？ 温柔的暴力，就是小拳头打胸口吗？小拳头打胸口能称之为暴力吗？哎，温柔的暴力嘛，小拳拳。对呀。晃手臂。晃手臂哦。晃手臂就是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哦，从来不要做这个动作。撒娇太大只了，不太合适。范浩然是不是觉得这都是属于标配版？ 这都很正常。15号。你好，男嘉宾。如果一个女生不懂得撒娇，你会接受吗？因为我是完全不懂得撒娇的。如果我撒娇的话，我之前对象以为我是神经病。觉得他们有一个宠溺你的心，所以才不愿意让你撒娇。因为我喜欢对方叫我晴姐。走御姐路线，这我不喜欢说什么哥哥啊，什么东西我就学不来。他的这种风格呀，和那个范浩然不一样，他这属于蠢萌系。哦。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在朋友圈里与异性朋友有太多的互动。你前女友就这样啊？ 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异性朋友，他经常可能会发一个比较好看的照片啊。如果我在忙，他可能会跟别的男生有一些互动，但是说话很正常。但是总互动的话，又会让我感觉有些怪怪的，有些不舒服。我来问一下卢亦凡，你经常会发这种美美的照片，会有一些异性跟你互动吗？ 会，但是就是正常朋友的一些交流吧。我也会给异性朋友评论他们的朋友圈，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交友。我想问男嘉宾，怎么样才算多的互动呢？比如你发了个朋友圈，他立马给你评价，你俩一来一回在朋友圈聊得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就存在感就比较低。他说的有这么个前提，前提是2个人各自有男女朋友。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不很正常吗？大家在朋友圈里边看到一个女孩美美的，我说2句，人家看我发一个说2句，这不很正常吗？但是他说的是，如果各自有男女朋友，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哦，李嘉欣，男嘉宾你好，就是上大学嘛，就是有1、2个会玩的比较好的异性，比如说他发朋友圈，我看到了。 就是我的评论会跟别人有点格格不入。他拍一个风景跟他自己，然后别人就会评论啊，风景好好看，我就会说，哎，你是要准备飞吗？还有一个是那种打拳击的发的朋友圈，然后我就会评论说，你打得很帅，下次别打了，就是这种口吻，开玩笑的。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的就是频率过高，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哎，但是我很好奇，就是撒娇它是一种人格特质，撒娇的女生她也容易广撒娇。那如果在朋友圈互动的时候，她也有些撒娇，频率不很高，你可以接受吗？可以的。其实陈老师说的有道理啊，就是你如果喜欢撒娇款的那个女生，她就会可能有一点小依赖，或者渴望大家的关注和肯定。所以她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在逻辑上其实稍稍有点小冲突。可能两个希望和不希望，是我希望她更多的依赖我，而不是依赖别人。就她在外面对全世界高冷，只对你撒娇。好，来看片子。我有一个表弟，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暖男。正在说话的这个男人呢，叫孙永挺，是《非诚勿扰》今年第17期的第一位男嘉宾。在他成功牵手之后，他跟我说：“喂，我的爹，我已经在节目上牵手了，赶紧参加《非诚勿扰》啊！”我叫郭永一，是他的表弟，目前在大连交运集团做技术，主要负责汽车安全检测、审核等工作。往大了说是技术担当，往小了说呢就是技术员。我生活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吃饭。在我的印象里，爸妈从来没有吵过架。每天爸爸上班，妈妈都会在门口送他。小时候，我爸妈就会把家里的钱放在哪儿告诉我，怕我用钱的时候找不着。现在我们的钱都是放在一起的，有什么花销大家也都清楚。今天我去银行了。又存钱了？当然，庆祝一下。这是我妈总在相亲群里给我表哥介绍对象，却从来不给我介绍。可能我妈觉得我不孤独吧。之前节目中，我哥说我老暖了。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暖男。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剥的第一个虾永远是放到他女朋友碗里。但这里我想解释一下，我不是一个暖男，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会顾及到周围人的感受。朋友搬家不用他告诉我，我会到他楼下直接等着他。我在哪家楼下呢？今天不是搬家吗？路过看到老太太在提着重物，我直接就会去帮一把。我觉得我就是热心肠，我们大连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来大连，我会带你春天里吃飞蟹，夏天吃虾爬，秋天吃嘎巴虾，冬天吃海蛎，再揽个海藻写事儿。这种事儿呢，是我们最爱看到的，就是台上来了一些男嘉宾或者女嘉宾，走了之后呢，就跟自己的闺蜜啊、同学啊、姐妹啊、兄弟说：“我上了《非诚勿扰》，哎呀，我在那牵手特别好。”哎，他一看榜样的力量，他也去。这是用户体验，他会推荐给其他的客户。他就是被我们以前的男嘉宾推荐过来的，在这儿坐着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牵手了之后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牵手了之后，说起来蛮巧的，方娟的那个工作地点跟我只隔一条马路。方娟是她牵手的那个女嘉宾，所以现在有时候也会一起吃个午饭啊。然后包括分享一下工作啊等等。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其实觉得，来到飞城的舞台之后，整个给我的生活的圈子，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推荐，包括我的表弟，还有我朋友，都希望他们能来这个舞台来寻找自己的缘分。对。超受欢迎，我记得那一次。对吧？留灯的很多哎。是。都是实在人。哎，你们俩长得还挺像的。你们是父亲那边是兄弟？他是我表弟，就是他的妈妈是我的姑姑。哦，姑妈妈。对。你们兄弟是几个来着？我们兄弟4个这边。还有2个呢？还有2个堂弟，是年龄还没到，也快了。没事，让他慢慢长。团购客户这是。没几天就来了吧？来，谢谢。刚才说到你们家里边人，导演跟我说，好像你家里边还有发视频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儿子呢，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经常会在我比较辛苦的时候呢，主动帮我承担家务。他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在我和他爸爸比较辛苦的时候呢，他会道一声“爸爸辛苦了，妈妈辛苦了”。儿子，今天妈妈想借助《非诚勿扰》这个舞台和你说2句话。爸爸妈妈陪你一路走到现在，但是因为爸爸工作忙，你几乎是妈妈一手带大。妈妈谢谢你一路的陪伴。
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你而精彩。希望你今天能够借助这个舞台，牵手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妈妈相信你，你是最棒的。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看完妈妈的这段话，我特别的感动。你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如果有机会，咱俩可以成为兄弟。希望你今天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加油！谢谢你，老弟。23号。Hello， 你好，男嘉宾啊，我刚刚在 VCR 里面看到你跟家里人的钱是存在一起的。那以后你已经找到另外一半，然后你有一个家庭，然后到时候你会怎么分配？你会不会突然就是说，哎，我家里面有事，然后就不管自己的家庭，就要拿钱回家里面这样子？那是不会的，因为女生的家庭和我的家庭合起来是一个大家。我觉得我更希望的一种是有什么开销的话，一个大的家庭来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是我最期望的一种状态。好的，谢谢。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是你对女孩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构想呢？我希望我们俩是互相理解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喜欢惯着自己女朋友的。我觉得自己的女人就应该自己好好宠着，自己好好宠着。方子怡。男嘉宾您好，刚才有听到您有剥虾习惯，那您是对您身边的所有朋友都是这样呢，还是说只对你的女朋友？想好了再说。我觉得我哥说我是一个暖男，而我觉得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只会对自己的女朋友好，还有身边的人好。身边的人包括女性朋友吗？其实如果我有女性朋友的话，会对她好一些。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女性朋友。好的好的。5号。男嘉宾你好，如果给你一个机会的话，你介绍一下你的家乡。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呢，大连的海鲜，在全国是很有名的。它在北纬的38度，它的这片海域呢，它的盐度和冷度都会让海鲜很鲜美。哇哦！只要有大连来的男女嘉宾，就会提到大连海鲜。好多海鲜啊，你看菜单你都不敢念。我经常碰到海鲜馆拿来的菜单，我就指这个。我们来看一瓶出一篇字儿。来，你给我们念一遍它的正确发音。第一个是竹蛏，在大连也叫蛏子。牡蛎就是海蛎子。花蛤、泥蛤。泥蛤还是泥憨？憨。憨还是哈？哈，泥哈。泥憨。泥憨。来看下一条。上一段感情，我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结束后一起在路边等车。车还有多久到啊？还得一会儿呢。那我能加你的微信吗？好呀，正好我还怕车来得太快了呢。原来他也对我一见钟情了。2天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相处一段时间后，他经常突然变得阴郁，好像憋着很多话在心里。我问他，他又说没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总是会捕风捉影，脑补很多事。他总会在最开心的时候想起我是不是跟前任也有相同的经历。我知道他是因为在意我才这样做的，但是呢，时间久了呢，我又会觉得有一定的负担。即使我对以前的事从来都不敢去提，不敢去触及，但是有时候也会让他想起来这些事儿。
就让人的压力挺大的。两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现在怎么去爱对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在感情里，我是个细致的人，很会替女生考虑。她跟朋友聚会，我会开车接送她回家。生活中她遇到棘手的问题，我会帮她解决。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担心，这样会不会把她宠坏了。对于理想的另一半呢，我很喜欢笑嘻嘻会撒娇的女生，我觉得这让我作为男朋友会更有存在的价值。但这样的女生她只有在梦里出现过，期待这次可以遇见笑嘻嘻的你。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3号女生，我来自江苏南京，现在目前是一名架子鼓老师。我刚才看到 VCR 里面啊，你说你就是又喜欢撒娇的女生，但是又不喜欢女生爱捕风捉影，可是喜欢撒娇的女生平时就很爱捕风捉影啊。范浩然回应一下。不是，我不同意上刚才那个女生的说法。我撒娇归撒娇，但是我从来不会捕风捉影，就反而很善解人意，很包容。真的呀？嗯。好，你没事了，来，你继续说。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撒娇的人，但是我就是平时就是一边撒娇一边作吧，这个怎么去权衡呢？他嘴里念念有词，先预讲2句，然后再开始。问到他知识盲区了。作这个概念显然让他有些迷惑。就是我会一边捕风捉影一边撒娇呀。撒一种作娇。对。我觉得撒娇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在我们相处很愉快的时候呢，撒一撒娇，我觉得会让我感觉到温馨幸福。但是作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作呢？为什么要作呢？就是比如说，带我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你表现出对这个餐厅很熟的样子，然后我可能就是吃着吃着，忽然就会问你啊，你是不是带别的女生来这里吃过啊？哎，这就叫作。对。哎，你怎么回应呢？吃你的呗，多吃点就好了嘛，多吃点嘛，然后再给你加2份甜品啊，心情好一些，吃点甜品嘛。那我就会问你，是不是也给别的女生这样点过甜品啊？你就问他，你是不是跟好多男人出来吃过饭？同样的话，你是不是也问过其他很多男人？撒娇是有的放矢，作是无中生有。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我昨天刚好刷到一个对于异性关系的量级表，第1级别是你们只有微信，但从来不说话，只是见面打个招呼；第2级别是你们有微信，有工作上的交流；第3级别是除了工作之外，在朋友圈还会互相点赞；第4级别呢是你们有共同的圈子，偶尔会一起出去吃饭；第5级别你会记得他的生日。你把第2级别复述一遍给我听听是什么？工作之间有交流。第2级。对的，对的。你可以接受你跟比较好的异性到哪一个级别呢？3级最多了吧？好的，谢谢。1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在 VCR 中看到你跟你有一任感情中的女孩子说，你们俩在认识2天之后就确认了关系。我想问你一下，你很短的时间就对她也可能不是还很了解的时候，就确定还可以在一起吗？我蛮相信一见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我看人还很准。我觉得她是一个挺正直的女孩，
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会在生活中慢慢消化。好的，我知道了，谢谢。4号。男嘉宾你好，刚才那个 VCR 中有提到宠和宠坏，我想问一下，宠和宠坏之间的一个界限在哪儿？打个比方吧，可能我经常接送他，他开始会觉得，很幸福，时间久了，可能哪一天他觉得啊，你就是应该来接送我，他把这个当成这种习惯。时间再久一点，可能我已经到了他家楼下，他还得让他等他一会儿。我觉得这种体验就很差。那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呢？你会对他发脾气吗？我会忍着脾气，但是有些情绪也会不自然的流露出来。来，4号灭灯的原因是？男嘉宾，刚才你有提到哈，就是如果是你女朋友对你所付出的不感激，然后你会选择隐忍。我认为隐忍不是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就是学会推拉适度比如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他很开心，那么下一次你可以选择让他等一等你。我觉得你这个处理方式我可以受用一下。他刚才那段表述应该勾起了很多女嘉宾跟前任的某些回忆。是的。有很多感情在开始转弯甚至下滑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他们突然间跟某些不好的情愫产生了快的联想，所以快速灭灯。最后那句话其实是一个灭灯的转折点，就有句话说我会忍着，但会不自然的流露。对。这种状态，忍着某种负面情绪，然后又不自然的流露，一下就让他们想到了很多的过往，这会很危险。下次也许可以试一下另一种方法，就是当负面情绪已经在你身上出现的时候，坦诚的告知。因为每一份好都需要一份回馈和感激。如果他足够爱你，他会给回馈的。谢谢老师。我告诉你，没有宠不坏的男人，也没有宠不坏的女人。这个里边关键是要建立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这个势均力敌不是比谁有本事，指的是相互吸引度。你对他的喜欢程度和他对你的喜欢程度，你要评估一下是不是足够对等。如果这个不对等，会导致什么？我到你楼下等半个小时，等半个小时怎么了？你就不能等吗？我忍，那下次就有可能等1个小时，1个小时都等了1个半小时，为什么不能等？这次发火了，说明你变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女生大多数对他们上杆子要去追的男生，他们是不敢这样的，他们怕一作就没了。他想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他知道要怎么维系这个关系，所以要评估2个人的吸引程度，才会导致在一个关系当中，既保持着相爱，也保持着应该有的尊严。喜欢嘛，也要对等。我想表达的就这么个意思。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我觉得我这次没有牵手成功的原因，是我在过去的感情中惯着女朋友。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去容忍，而不是像老师们说的，去解决、去交流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以后的感情中，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会及时去沟通的，不把这些不满的情绪流露到日常。我可能在台上今天的表现不是尽如人意，现实生活中其实我是很有趣、很幽默的一个人。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宋武尧，来自江苏南京，今年32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跟我一起尝试新菜品。就是大家在以前的动画片和电影中，然后会有一些美食，比如说像中华小当家、樱桃小丸子。那么在这个中华小当家有一道菜叫做梅子蛋炒饭。那么我会做一些改良。那我改良就是杨梅蛋炒饭。这是黑暗料理吗？这个是经过检验，我之前喊过朋友来我家，然后他都要打包带走。哦，这个看着还不错，这个是杨梅小龙虾，起码摆盘还不错。那个叫牛肉和龙虾，牛肉龙虾，牛肉龙虾煲啊。哦，其实这个在南京也有这样的菜。15号，你好，男嘉宾。我平常自己也会研究一些食材，特别是饮料。这个就是我餐厅的中间那一个火焰奶油布丁，是我自个研发的。哇，我好喜欢。哦，这是你的餐厅是吧？啊，在广州。啊，哇哦，该不看上去确实还可以。17号，男嘉宾好，我叫刘新慧，今年24岁，在重庆工作，做的是央企的签约专员。我其实想问您一下，就是你会不会给我吃黑暗料理？我觉得就是，在邀请你就是吃我做的饭的之前，这些菜一定都是经过检验，我才拿出来给您吃，这样子。嗯，好的，谢谢男嘉宾。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的另一半对我横加指责。17号，你开车的时候，旁边有人会指责你吗？我不会开车，实在不好意思。但是我比较反感路怒。他开着开着，突然就开始生气，然后我就很害怕。我觉得我开车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即使遇到就是很不讲道理的人，我也会就是比较柔和。6号。我看到你这个，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你之前开车的时候是有朋友或者是之前的女友，就是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对，这个就是有一点以前的阴影啊。比如说我被别人别车了，我让别人，他就说，你这个开车好慢啊，真的一点没有男子气概，你应该超过他啊。所以就是这个就让我很困扰。3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我在开车，然后你坐在我的副驾，你会指责我吗？就是如果我开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的好。我觉得我就会戴个眼罩，然后睡觉，然后不会去指责你。那如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在那里急刹呀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更不应该去指责你，因为本来就是属于很紧张状态，然后我再去指责你的话，那就对你多加干扰，反而容易出事情。好，谢谢。看片子。每一只猫都有一个摄影梦，拿起相机，按下快门，生活的美好被我记录下来。于是我决定开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一些个人写真。好吧，我说的是我爹宋路遥，一个热爱生活的大男孩。本科毕业之后回到南京，在新媒体公司做过微博运营工作，但是他实在太喜欢摄影了，之后就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他觉得摄影最重要的是氛围感。事与愿违，工作室没能走上正轨。
它是一株行走的猫薄荷，总是让猫情不自禁地靠过去，典型的吸猫体质。它叫我赛艇，我们已经一起生活3年了。我爹真奇怪，会给我穿各种衣服。他不知道猫是不用穿衣服的吗？他最近好像在健身，买了好多鸡胸肉，但是都给我吃了。赛婷，你有一根胡须歪了。他是一个超级细节控，你看我们家的家电全都是一个品牌，再看那个垃圾桶和垃圾袋的颜色都是搭配的。这可能跟他的家风有关系，他的父母很开明，不会过多干涉他的生活，偶尔他们会来家里吃个饭，所以养成了一切细节自己做主的性格。他热爱生活，喜欢尝试各种有趣的事情，尝试考过潜水证，玩过滑雪，也练过剑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找个对象。赛婷，你是不是该洗澡了？洗什么澡啊？赶紧给我找个妈吧。1号，男嘉宾你好，刚刚看 VCR 里面说你很会摄影，那请问你会帮你的女朋友拍很多氛围感大片吗？会啊，我之前就是做摄影工作室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走小众的路线，然后喜欢拍一些氛围感、一些港式的一些照片。那我还挺喜欢拍氛围感照片的。谢谢。方子怡，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刚才有看 VCR 里你比较喜欢玩摄影嘛，那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喜欢玩摄影的男孩子，他们都会经常的出去拍妹子，这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玩摄影应该是从14、15年开始，然后就开始做工作室了。其实这么多年，主要是把那些妹子，然后帮他们找到自己男朋友。所以如果说这一方面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来到《非诚勿扰》舞台上。你说到玩摄影的人身边就有好多妹子，这个我稍微说2句，因为我也喜欢玩这个。我告诉你，玩摄影的人群很广大，它分好多类。有一类，比如说他是拍平面的、拍模特的、拍婚纱的、拍产品的，那是挣钱没得挑，这是干活的一类。另外呢，一大类的爱好者，爱好者他分哪些呢？比较初级的，拍女朋友、拍娃，这是一大类。还有一大退休的老大爷，拍荷花、拍鸟。你说的那种长得美的，那不用找，长得美的那些妹子身边自然有几个摄影水平超群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4号。男嘉宾您好，刚才呢你有提到你是非常注重细节的一个人。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是不能接受女孩子有哪些细节，就是做的不够好的，你不太喜欢的？其实我这个细节啊，主要是律己，对别人都是很宽宏的。所以如果我说我希望，我就希望女生能够尽量得体一点，比如出席什么场合，穿着打扮应该合乎那个场景。谢谢。江淑琴。大家好，我叫江淑琴，今年26岁，江苏人，现在在杭州工作。刚刚我看 VCR， 看到你们家就是被你收拾得井井有条，特别的干净。想问一下，平时会有一些收集的小癖好吗？因为我自己家就是有一个柜子，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泡面，各个国家的泡面。我觉得这一点上你跟我很像，就是我不仅收集泡面，我还收集牙膏，就是各种各样的款式的牙膏，主要是配色。泡面各个国家都有吗？对，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国家的品牌的泡面我都有，而且我不吃，就收藏着，看着就很开心。看下一条。我经常想该给赛婷找个妈了，当然最关键的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陪伴。我曾经有2次这样的缘分，
但也只是有缘无分。第一段感情是在广西读书期间，他来我们校区蹭钢琴课，就这么相识了。那个时候我去10公里外他的校区给他煲汤喝，每次都会在一棵大树下分别。但是爱情没有那么简单，单纯的付出不能换来长久的感情。初恋之后往往就是一段深沉的恋爱。在大3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学姐。嗨，学弟，今天图书馆开了吗？恋爱谈了4、5年，这个学姐性格比较倔强，越是不让她做的事情，她偏要做，所以我一般都比较顺她意。但有次她竟然说要去相亲。行，那我就去相亲。我觉得她再也找不到比我还能包容她脾气的人，所以我很自信地放手让她去了。后来2个人实在无法磨合，就分手了。有一次我出差，她给我打电话想要复合，我积压多年的情绪一时上头，嘴硬说自己已经高攀不起，不了了之。直到那次我摔伤了，第一时间没有打给父母，而是打给了她，但是她说她已经订婚了。所以爱情里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坦诚。我也有过一些有趣的相亲经历，父母比较注重女孩的工作，所以他们介绍的相亲对象一般都有很稳定的工作。领导介绍的，我压力就超大了，不光要给女孩一个交代，还要给领导一个交代。因为好奇还去过玄武湖的相亲角，被大爷大妈团团围住。其实我觉得女生的家庭教养很重要，两人在一起聊共同有趣的话题，期待和这样女孩相识。发生什么事儿？这一眨眼就剩2个了。就分手了之后，女孩来找过他，但他嘴硬。后来他在脆弱的时候想到人家已经订婚了。哎，不要再说了。17号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刚才就是有一点我在犹豫要不要灭灯，就是他刚才说他喜欢那种和他家庭比较相配的女生，我不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一定是要相配的，我觉得最重要是还要看这个女生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为什么说可能比较看重家庭，那是因为就是家庭是一个人第一个学校嘛，所以就是对他成长是很有帮助的。17号啊，留灯吗？不好意思，南我想对男嘉宾说2句。我发现你在台上笑的时候比较少。啊，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平时工作嘛，然后就是这种环境下不苟言笑比较多啊。我能够感受到你好像是一个带着标准成长的人，你很害怕被标准化。比方说你开车不喜欢别人挑剔你，但是慢慢的你就变成了那种规则，又变成自己一个内化的要求了。你做任何事情也很有规则，很有自己的标准。所以是不是这种强调的多了以后，人会不快乐？就是我是这么一个猜测哈。对，就是因为以前觉得，可能择偶嘛，有一点自己的这个规则，可能更好去能找到那种人，但是其实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啊。其实我更希望是那种在规则下可以，突破的，就生活中有两面的人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感情也想丰富起来，可能要跟人放松一点有关系啊。对，是的。好吧，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我觉得3位老师他们各自提出了一些我身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对我的一些分析，我觉得都很精准，然后也切合实际。那么我希望在未来生活中，我将吸取今天的一些教训，我以后会更关注女孩本身，尽快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老师们好，
观众们好，还有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张希，今年25岁，来自江苏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长得很帅。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是一位非常喜欢小狗狗的女生。喜欢小狗狗的女生举手看看，90%都喜欢了。哇，为什么对喜欢狗那么重要呢？因为我希望她是一个比较有爱心一点、比较善良一点吧。他有爱心，但他怕一切动物。那这狗是你这狗谁的？你的是吧？哎，对，这个是我的这个狗，这个狗叫做小 M。哎，长得跟你还有点像。这个狗跟我长得有点像啊，确实有一点。哇，好小。哦，对，非常的小，对。茶杯犬。对，差不多。男孩喜欢这么小的狗的不多哎。是吗？那可能我有一个少女心吧，有可能。你们都养什么狗？分享一下。14号。我没养狗哎。但是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说希望找一个养狗的女生，是因为她有爱心。那我想问，像我们这种养猫的就没有爱心喽？因为我觉得吧，那个猫有点，它不是很粘人。可能有的猫是粘人。像我这种类型的女生，虽然是猫系长相，但也很粘人啊。你不能因为不喜欢猫，你就不能否认它粘人啊。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好，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你看，现在道歉还来得及。错了。2号。Hello， 男嘉宾，我也特别想分享我家的鬼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哇，这个是八哥是不是？对。然后我叫他鬼哥，因为就大家可能没想到他的名字叫丑鬼。但我觉得他长得很帅，然后就是他也至今单身到现在5岁了，就也没找媳妇儿。那你家的狗和他养的狗好像风格类型差得很大。对。那会不会因为狗狗玩不到一起，2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呢？不会。这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对，因为喜欢狗的人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交流的。这个我还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要单身的话养条狗，确实在遛狗的时候会认识一些姑娘。然后呢，你去加那个附近的群，哎，你要出个门出差3天，有的寄养到店里边去，你说，哎呀，店里边太贵了，1天要100块钱。哎呀，你家有条狗，我能不能放到你家放几天？你看，不就认识了吗？有经验。可以。我觉得第2个问题是，我不喜欢就是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像挂件一样挂在你身上的女孩。在家可以，在外面的话，很多人的话，你挂在我身上有点，你不大像样子嘛，对吧？20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您的前任有过让你有如此困扰的事情吗？这个并没有，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就是过分的举动吧。比如就是抱一下嘛，在公共场合，我就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呀。对呀。可能你个人习惯吧。17号。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我有点担心，你觉得你不希望在公共场合就挂在你身上，是不是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啊？这个并不是，这个没有，牵手可以啊。但是就是情到浓处，哎，我就特别喜欢突然搂住别人的腰，我就喜欢这样，就我就会像个挂件，但就是很一触即分。偷偷挂一下嘛，轻挂一下，浅挂可以，浅挂可以。
我就想问一下，经常也有一些网上，我听到有些人吐槽，我看那个网上吐槽的其实是女生比男生多，这是什么心态呢？陈明，你分析一下。这个不舒服的呀，家里不养狗狗，走在路上被人塞狗粮了，你心里也不舒服啊。我有时候很好奇，就是大家对公众场合亲热行为的尺度界限其实还蛮大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牵手，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但是可能比如说拥抱，拥抱我觉得很正常。对，再比如说长时间拥抱，如果拥抱也很正常。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就在想，到什么程度是我这种人受不了的？我反正就一条，不要引起身边大多数人的不适。行了，看片子吧。在街头唱歌的话，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落魄，但是非常的自由。这好像是我跟世界的一种沟通方式吧。我在街头唱歌的话，应该已经有半年了。一般直播时间的话，在7点到凌晨1、2点这样。只要你点什么风格的歌，我都会唱。上半夜的话，主要是唱给直播间的人听的。然后12点之后，我就静静的在唱给我自己听。路灯下面还会起一些雾，那个时候就感觉我自己在跟我自己对话。周末我会去人比较多的一些大广场上面唱。走，出发。小时候我妈还有我亲戚都说我嗓门特别大，就哭起来那个嗓门特别大，然后就说可能比较适合唱歌。然后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举行一个十佳唱歌的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下，然后就拿了个第1名。毕业的时候顺理成章的就考上了那个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先是在酒吧驻唱，后来我就尝试想在街上唱歌，他们会真的因为喜欢听我唱歌而停下来。有的人听1分钟，有的人听1首歌。但是不管有多久，我都会非常的开心。我这个人的话，平时话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唱起歌来的话，我觉得能跟他们还有这个世界能产生联系。谢谢小小人的支持和陪伴。未来的打算啊，我内心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开一个万人的演唱会。对。有时因为唱得太开心，回到家久久不能平复。会睡不着，我就会开1瓶酒，选一部电影，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我平时不大喜欢一个人待着，空闲的时候我就会约上3、2个朋友一起热闹一下。我是那种性格比较活泼外向的男生，希望在台上遇见喜欢听我唱歌的你。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还蛮让人觉得羡慕和喜欢的那种。我觉得在路边唱歌比较自由，而且很落魄的感觉。很什么的感觉？很落魄。比较喜欢街头流浪歌手的那种感觉。哦，他是喜欢这个劲儿。对对。这个我接触过一些街头艺人，他可以参加那种殿堂级的节目，无论光芒多么耀眼，最后完事之后，他还回到街头，他享受这种生活。对对对，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种感觉。虽然说我不是大师啊，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那你最后又说了一句，你想开万人演唱会，梦想嘛。彭瑞，男嘉宾你好，你刚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眼熟，然后你说你是唱歌的，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之前有在弘扬广场。啊，对对对，是我。哦，很多人围着看，而且唱的特别好听，我只能在很远的地方，因为挤不到前面。啊，这么多人吗？应该比现场人多一点。哇。很多人很热闹的。谢谢。给我们唱一首吗？行。哇，这首歌叫做《漠河舞厅》。我听过这首歌。来。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坠入我心魄，你什么都不必说，夜风惊扰我。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念忽然倒塌，城市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乘风入海吧，乘风入海吧。好听，好听，好听。很专业，也很好听。这个故事也很感人。是的，是的。陈明，要不要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一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听，好听，好听。很专业，也很好听。这个故事也很感人。是的，是的。陈明，要不要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一下？歌手刘爽到四面八方采风，然后去到了漠河，到一个舞厅里跳舞，看到一个老人总是一个人跳，他就很好奇，就跟他聊，然后老人提到了说，妻子在很多年前80年代的时候的一场火灾当中丧生了。他之前最喜欢就是跟他的妻子到这个舞厅里来跳。后来有这么长的时间，20-30年的时间里，他还是会每天来到舞厅里，一个人假想他的亡妻在他的对面挽着他的腰，然后伴着音乐起舞。刘爽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当天晚上就思如泉涌，然后就写下了这首作品。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这首歌在去年突然一下就爆红。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首歌火了之后，很多人蜂拥而至去了这个舞厅，去看，去拍，要去认识这个老人。当这首歌红了之后，这个老人再也不去跳了。他这一下在我心目中的那种受感动的程度，一下又到了另外一个高度。是，就是把那种怀念永远就封存在只有自己的空间里，这是更让人尊敬的一种姿态，带给我们的那种触动会更大。方子怡，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心中就是最理想的就是爱情的状态，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然后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一段话，我大概复述一下它的意思吧。就是亲爱的康氏，抱歉，因为身份再换你为康氏，因为阔别已久，我无法想象你随着衰老而未曾出现过的祥和样貌。如果有通往另一处日夜不眠的隧道，我将驾驶我深褐色的吉普车，摇下吱吱作响、因寒冷而结霜的脆窗。我想向你展示我坚不可摧的礼扣，和我对你未有一日曾动摇的思念若可。为什么这段记得这么清楚？也挺感动人的。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这是我就是梦寐以求的爱情状态。我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少
但是是我心中的一个期许，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在刚才就忍不住了。我在想，就是这个方子怡那么感动，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有一份不变的，一份永远。14号。我也有一首就是听10遍，然后8次会哭的歌，名字叫做《父亲的散文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过，非常的感人那首歌。对，非常的感人。让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台上有2个父亲。可以啊，我就随便清唱一段好了。好 ，OK。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好听。他唱得很好哎，我的天哪！父亲老得像一个影子，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都有生理性的反应。是这样，我父亲因为是一个军人，然后他是很少会对我表达爱的，就是他很少会说我很想你啊，然后我很喜欢你啊这种话。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有一次我初中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候不怎么听话。然后我有一次放学回家，就我父亲没有说过我什么，大概我们吃好饭吧，他坐在外面一个人在那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要哭啊？他说是我的错，然后是我没有好好教育你，然后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这么叛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暗暗的下定决心，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样我觉得才能对得起我的父亲对我这么久的教育，是这样。你如果把一定要出人头地改成我一定要幸福的生活，可能你父亲更想听到。黄澜也想起自己爸爸。就是没有我特别理解他说的，就是我们的父亲好像不太表露他的内心的柔软和脆弱。其实我在想，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会有一些痛苦和柔弱的那些点，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展现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恰恰情感都是在那最柔软的那一刻才完成了交流。如果我们的父亲都能够活得再自然一点、放松一点，我真的很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幸福一点。孟老师，你有想到自己的爸爸吗？我会给他发条信息的。孟老师，你对爸爸说过我爱你吗？没有，说不出口。我要说爸，我爱你，他会觉得你得什么病了吗？邱老师说过吗？没有。男嘉宾有试过吗？没有试过，我甚至连一个拥抱都没有抱过。是吧？我有时候确实有种困惑，就是过去这2、3千年是有一个固定的范式的，父亲这个词跟某些的行为模式是高度绑定的。这个时代显然已经变了，这是巨变期的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这种空窗的阶段，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确在摸索。我有期待，我期待我的女儿可能未来会跟我说“爸爸，我爱你”这5个字，而且会用更平常的语调来说。对，而且我认为它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范式，应该不同性格、不同家庭、不同类型的孩子，可以更自由的有自由的一种表达。好，看下一条。晚上好。来，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问我前女友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去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能帮你决定，但是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我有一个相处4年的前女友，这4年我们非常的相爱。
我是在那种感情中不大会懂得浪漫的人，但是我会用实际行动去照顾她。可是后来我们有一次冷战，将近1个多月都没有联系。等再联系的时候，她已经是别人的女朋友了。我当时也很难过，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如果有一天她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我想我应该会去，因为我觉得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可以抱着祝福的心态去见证她的幸福。有一个人问我，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很忙，但是女朋友让我天天陪着她，我该怎么办？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段时间我每周要工作6天，只剩1天，我累得只想躺在床上。她那时候就希望我多花点时间去陪陪她，但是我没能照顾她的感受。当我失去这份感情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完全可以跟她好好的去沟通沟通，去跟她说，给我1年时间，我把工作基础给打牢。这1年真的对我非常重要，也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我想，当时她应该能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吧。咱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就下播了。你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我向往的爱情，我希望她是一个单纯的、善良的女孩。我们可以共同开一家音乐小酒馆呀，有客人的时候我可以唱给客人听，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唱给她听。我想就这样跟她度过简单的一生，我觉得非常的幸福。有，哇3号。Hello， 男嘉宾你好，我是3号女生。你好，你好。然后我也是来自江苏南京的，就是看了你的2段 VCR 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很像。就是你做的那些工作我都有做过，包括我之前在合肥的时候也会有我自己的乐队。哇，很棒，很棒，很棒。然后你向往的也是我向往的东西。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另一个我。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都在一起，慢慢我想别的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参加过前男友婚礼的女生举手，我看看。一个都不去啊！一个都没有啊！啊，有一个，有一个。对不，他不一定去，他说话的。2号。我是那种邀请我前男友结婚了一定要叫我去的人，然后他们都不叫我去。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去呢？怕你砸场子啊？不是因为他们的现任不能接受我，但是如果现任能接受我的情况下，我都是很乐意参加他们婚礼的。因为我的前任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了，现在。19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和你有一个很相似的经历，我和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一起3年多，将近4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也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就分手了。如果他结婚，他愿意邀请我，这是唯一一任是我愿意就去参加他婚礼的，因为我也希望他过得特别好。OK。你呢？你觉得？要是我的话，刚分手的时候，我是肯定是非常生气，我不可能去他的婚礼。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释怀了，现在我觉得去一下也无所谓嘛，我肯定包一个最大的红包嘛。还可以献一首歌。对，你可以唱3首《成全》呐，《嘉宾》呐，嘉宾，对，都很适合。马宇哥，
我是不会去的，但是男嘉宾你不但要去，你居然还要包个大红包。我才不要把我们的钱给前任。人可以去，钱千万别去。那现在参加婚礼，那人去钱就得去啊。我不管，我不管。不管啊，可以可以。哎，但我觉得他如果对前任有祝福，说明他是个很大度的人呢。说明走出来了。哎，最关键的词在走出来了。1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在 VCR 中看到你说你希望跟你未来的女朋友说一起开一家小酒馆，那你是会把你的爱情跟事业放到一起吗？应该会吧，因为我开酒馆的话是跟他一起开。可是这样你们的爱情中就掺杂了利益啊。那我出钱，他负责收钱不就行了吗？是不是？牛。最后一个问题，方子怡。男嘉宾你好，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您的另一半他是一个白天工作，比如我到晚上7、8点下班，然后您的工作都是在晚上嘛，那你怎么去协调就是工作和他相处的时间呢？我可以调整时间啊，只不过这东西是弹性的时间。哦，好的好的，谢谢。现在留灯的是3号、9号、19号，上去灭掉1盏灯回来。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现在留灯的是3号、9号、19号，上去灭掉1盏灯回来。有请3号、9号。看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0号。张希的智推女生是6号陆纯。男生性格大方、淡定洒脱，行动力极强，做事喜欢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感觉。感情当中有一点被动、慢热，但是内心非常渴望与对方有情感的连接。一旦确定了，就会非常大方地为对方付出，认真对待。女生非常的浪漫，而且有情调，传统有爱心，注重仪式感。感情当中很在意对方的诚意和态度。两个人在一起的初期呢，女生的热情浪漫会感染到男生，同时女生也会欣赏男生的自律。进入到关系之后，会是热烈而富有激情的一对儿，两个人都喜欢过甜蜜的2人世界，供2人参考。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方子怡，没有抵抗力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爱情，你选一个。2。不喜欢异地恋，不喜欢控制欲太强的男生，最讨厌说到做不到的男生。范浩然，憧憬的恋爱美食女孩，泪流成河。选1。
希望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恋爱仪式感，且双方能一起过各种节日，还想和未来的他一起去读博，重新感受一下校园恋爱。陆纯，恋爱中爱做的事，喜欢这样的你，色彩世界。我选1。喜欢给他洗衣、做饭、剪指甲、掏耳朵，觉得这是爱他的表现，也是两人亲密关系的最好证明。服务型人格是吧？这太明显了，这。徐应琪，音乐少女，一个狠人，跟着感觉走。2。喜欢吃的东西就会天天去吃，直到吃腻为止。如果减肥就超级自律，一下减重10斤不成问题。所以想找一个可以控制住我的男生，让自己不要那么狠。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那个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真的假的？是真的，是真的。来。你们来吧。就是没有什么创意，然后唱歌也不好听，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好，第2遍开始。第2遍开始。范浩然，我本来也想给你唱生日歌的，然后他唱过歌了，我就祝福你找一个喜欢你的，然后好好在一起。心动女生的祝福。哇哦，谢谢谢谢。男嘉宾你好，然后我就最简单的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早日实现你的梦想，谢谢。谢谢谢谢。3号。我有点紧张，就祝你生日快乐吧。谢谢谢谢。最后再给爆灯的3号一点时间。就是刚才从你一上来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小姐妹，然后她们就在说，哎，徐英奇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因为我很喜欢双眼皮的男生。我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重申，我一定要找一个双眼皮的男孩子。对2这个数字情有独钟。我觉得长相你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包括看了你的 VCR， 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包括我也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啊喝点小酒，然后听听音乐，好，谢谢谢谢谢谢。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做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拒绝你，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左边那个。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不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最真的眼神。谢谢谢谢。再见。他是第一个给我唱生日歌的，我觉得那一瞬间就是他勇于唱歌，把那个生日歌唱出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是最好听的。就男生当时唱歌的时候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当时忍不住我就有点掉眼泪。他说的那段话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
就是终于有人能听懂我唱歌。你想怎么过生日？我可能会喊几个朋友一起吃个饭吧。然后那没我什么事儿呀？一起去啊。我猜那个男嘉宾为什么选了9号？因为我听他到最后他描绘的理想的爱情的时候，他说他希望2个人有个酒吧，然后他唱歌，对方听。所以我觉得那个9号能够给人的感觉是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而且9号的表达，他说我唱的不太好听，紧接着就勇敢的开口，这里面的落差本身是非常动人的。好了，祝他幸福。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